要理解宇宙的形状，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形状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概念。一颗篮球是球形的，一本书是长方形的，一张桌子是平的。这些形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存在于某个更大的空间之中。换句话说，一个篮球的形状是相对于篮球之外的空气、地面、人手而言的。但宇宙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切的一切，它包含了所有的空间，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能量。如果我们试图用存在于某个更大的空间之中这样的逻辑来理解宇宙的形状，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引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概念：宇宙有边界吗？如果宇宙有边界，那么在边界之外是什么？如果宇宙没有边界，那么它是如何存在的？这两种思路都在历史上被认真思考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宇宙是有限的，地球静止在宇宙的中心，而所有的天体都镶嵌在一个巨大的天球之上旋转。这个天球之外就是某种神圣的领域。而另一位哲学家卢克莱修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在无限的空间中，物质可以以无限的方式分布。这两种思想的对峙，实际上揭示了人类思考宇宙形状时的根本困境。我们是用有限的经验去理解可能无限的存在。到了近代，科学开始介入这个问题。牛顿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他在数学原理中写道，一个有限的宇宙会因为引力的作用向中心收缩，因此宇宙必须是无限的，物质在无限的空间中均匀分布，这样才能避免坍缩。这种无限宇宙的图景统治了科学家们很长时间，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相对论告诉我们，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背景板，而是一个可以弯曲、可以伸展、可以扭曲的动态实体。物质告诉空间如何弯曲，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爱因斯坦场方程是描述这种关系的数学语言。这个方程看起来复杂，但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很优雅。左边描述的是时空的弯曲程度，右边描述的是物质和能量的分布。简单来说就是，宇宙中有什么样的物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时空结构。如果宇宙中物质很多，时空就会强烈弯曲；如果物质很少，时空就近乎平直。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形状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可以通过物质分布来计算的物理问题。宇宙可能是平的，就像一张无限延伸的纸张；宇宙可能是弯曲的，像一个巨大的球面；或者宇宙可能是更复杂的形状，比如像一个马鞍面，或者像一个轮胎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宇宙的形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一个封闭的宇宙最终会在引力的作用下重新坍缩，迎来大挤压。那可能是宇宙的终结，也可能是一切的重生。而一个开放的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在无限的时间中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稀薄，最终进入所谓的热寂状态。
这些听起来像是纯粹的理论和推测，但实际上，科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了精密的方法来探测宇宙的真实形状。就像你可以通过测量三角形的内角和来判断你所在空间的弯曲程度一样，科学家们也可以通过观测宇宙中的几何关系来推断整个宇宙的形状。这就要提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了。这种辐射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是一种充满了整个宇宙的微弱微波。宇宙学家们发现，如果宇宙是平的，那么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观测到的温度涨落应该遵循某种特定的几何规律，而如果宇宙是弯曲的，这些温度涨落的模式就会有所不同。通过分析普朗克卫星等探测器的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得出结论：我们宇宙的时空曲率非常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宇宙在非常大的尺度上几乎是平直的。但是，非常接近于零和完全等于零是有区别的。就好像你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你觉得地面是平的，但地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球体。你无法通过局部观测判断，你是在一个无限大的平面上，还是在一个超级巨大的球面上。同样的道理，我们观测到的结果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宇宙真的是平的，无限延伸；二是宇宙弯曲的极其微弱，以至于我们目前的技术无法探测到它的曲率，但它的半径可能超过了10000亿光年。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宇宙气泡。如果说宇宙的形状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那么多元宇宙的理论就是把这个问题推向了一个更加疯狂的高度。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多元宇宙。多元宇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是包含了多种可能性的一个大家族。在科幻电影和流行文化中，你可能已经见过一些多元宇宙的描述，比如复仇者联盟中平行存在的无数个地球，或者瑞克和莫蒂中外公瑞克可以在不同的宇宙版本之间穿梭。但实际上，科学家们讨论的多元宇宙和这些流行文化的描绘有着本质的不同。物理学家 Max Tegmark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多元宇宙分类体系，被称为 Tegmark 分类法。这个体系把多元宇宙分成了4个层次。第一层多元宇宙是最简单的版本，它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在足够远的地方，由于物质排列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必然会出现和我们完全一样的宇宙副本。这个结论可能让你感到震惊。想象一下，在一个足够大的宇宙中，如果你一直朝某个方向飞，最终会遇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你。那个你此刻也在听这个音频，而那个版本的你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选择。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数学上这是必然的。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任何有限模式的排列组合都必然会在某个地方重复出现。比如，一副扑克牌有52张，如果你不断洗牌并发放有限的牌型组合，理论上总有一天会发出一模一样的一副牌。但这种重复需要极其遥远的距离。根据计算，要找到一个和我们可观测宇宙一样的区域，需要飞行的距离可能是10的122次方米。
这个数字有多大？它比你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数还要大得多。第二层多元宇宙，就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宇宙气泡。这个层次的多重宇宙理论，来源于一个看似不相关的物理问题：为什么我们宇宙中的物理常数是这样的？想象一下，如果引力稍微强一点，恒星就会燃烧得更剧烈、更快，生命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如果电磁力稍微弱一点，原子可能无法稳定结合，分子层面的生命将不可能存在。如果宇宙膨胀的速度稍有不同，物质可能早就四散开来，或者早就坍缩成一点。我们宇宙的这些基本常数，恰恰处于一个让生命得以存在的精确调谐区间。这种精确程度有多夸张？物理学家们常用一个比喻：如果把宇宙常数比喻成从地球表面射中100亿光年之外的一颗靶心，那么这个靶心的直径只有一个原子核那么大。这当然可能只是巧合，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个，每一个宇宙都有自己独特的物理常数。我们恰好生存在这样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宇宙中，这就好像中彩票一样，不是不可能，但概率极低。而宇宙气泡理论恰恰为这种调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理论的根源来自一个被称为永恒暴胀的宇宙学模型。我们都知道，宇宙在诞生之初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膨胀，被称为暴胀。在宇宙诞生的极早期，空间以指数级的方式疯狂扩张，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宇宙的尺寸扩大了至少10的26次方倍。但永恒暴胀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暴胀可能从未停止。在某些区域，暴胀结束了，形成了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宇宙，一个充满物质和辐射的膨胀宇宙。但在其他区域，暴胀仍然在继续，不断产生新的空间。这些新空间又会在某些地方发生相变，形成更多的宇宙气泡。每一个这样的气泡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拥有自己的物理定律和基本常数。在这个图景中，整个多重宇宙就像是一片永恒沸腾的海洋，表面不断产生气泡，每个气泡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有自己的温度、密度、基本粒子的性质，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一个气泡的表面，一个恰好物理常数适合生命存在的气泡中。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之一是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 Brian Greene。 他在他的著作《隐藏的真实》中，将这种多元宇宙比喻为一片雪花森林。每一个雪花都是独特的，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飘落的大雪。现在，让我们来到一个更加疯狂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飞行到宇宙的尽头，会看到什么？你坐上了一艘想象中的飞船，它可以以任何速度飞行，不受任何物理定律的限制。你决定朝一个方向飞去，永远不回头，你会看到什么？你会到达宇宙的尽头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我们的宇宙有没有尽头？这个问题其实比它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宇宙的尽头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宇宙模型中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看最简单的情况：
如果宇宙是有限的，但无边的，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矛盾。有限的怎么会没有边呢？想想地球的表面吧，地球的表面积是有限的，但如果你在地球上行走，你永远不会走到边界。你可以一直走下去，从北极走到南极，从东半球走到西半球，但永远不会有那么一面墙，上面写着地球的边界在此。这就是有界无边的概念。一个有限的宇宙可能在拓扑结构上是封闭的，就像地球表面是一个二维球面镶嵌在三维空间中一样，我们的宇宙可能是三维空间弯曲成的一个封闭结构。如果真是这样，你在宇宙中朝一个方向飞，最终会回到起点，就像你在地球表面朝东走，最终会从西边回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没有尽头，只有终点。你绕宇宙一圈，会回到出发点。在这样的宇宙中，飞向宇宙的尽头是没有意义的。你永远飞不到尽头，因为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尽头。但是如果宇宙是无限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朝一个方向飞，你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星系，越来越远的星光，但永远不会说这里就是宇宙的边缘。这可能让你感到一种奇特的恐惧。一艘飞船在无限的空间中飞行，永远没有尽头，永远不会到达边界。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可能性。如果多元宇宙理论是对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尽头。一种是我们的宇宙炮的尽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可观测宇宙的边界，那是一个半径约460亿光年的球面，之外的光还没有足够时间到达我们这里。这个边界并不是一道真正的墙，它只是光线旅行时间的限制。在那个边界之外，原则上可能还有更多的星系和物质，只是它们的星光还没有来得及照到我们。但如果你能够超越光速飞行，突破这个边界，你会进入更遥远的宇宙区域，那里可能还有更多的星系，更多的恒星，更多的世界。但这一切仍然属于同一个宇宙气泡。另一种是我们宇宙炮的外部边界，那才是真正疯狂的地方。在宇宙气泡模型中，我们的气泡只是无限多元宇宙中的一个有限区域。如果你能够飞出这个气泡，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在气泡之外，物理定律可能完全不同。在气泡内部，我们有光子、光年、电子这些概念，但在气泡外部，可能连空间和时间的含义都需要重新定义。物理学家 Max Tegmark 曾经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如果多元宇宙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宇宙炮之外，不仅仅是更多的星系和更多的物质，而是一个数学结构的集合。每一个宇宙炮都代表了一种自洽的数学结构，而我们只是这些数学结构中恰好包含了意识的一个。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一种存在主义的眩晕。我们以为宇宙是一切，但它可能只是无限多可能性中的一个有限样本。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只是在一个巨大图书馆中的一本书里生活的字符。但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真的能够飞出我们的宇宙气泡，你会看到什么？科学家们对此有一些推测，虽然这些推测
带有很大的想象成分。一种可能性是，你会看到空间的海洋，一种充满能量的基底。我们的宇宙气泡就像其中的一个漩涡一样嵌入其中。这种基底可能没有物质，没有光，只是一种纯粹的能量状态。另一种可能是，你会看到其他的宇宙气泡，它们可能比我们的大，也可能比我们的小，可能正在膨胀，也可能已经开始坍缩，可能包含类似我们的生命，也可能完全由我们无法理解的物质组成。在这些气泡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被称为永恒暴胀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不断产生新的空间，推动着宇宙的扩张。它就像一个永恒的引擎，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气泡宇宙。但请注意，这些都不是确定的答案。多元宇宙理论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说。我们没有观测到任何一个其他宇宙气泡的证据。我们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基于理论的逻辑推演。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每一个新的假说都可能开启一扇通往未知的大门。现在，让我们把视角从外部收回，转向宇宙内部的形状。在宇宙学的标准模型中，宇宙的可能形状被归纳为3种基本类型，它们分别对应着3种不同的空间曲率。第一种形状，球面宇宙。想象一个完美的球体，比如一个巨大的气球表面。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气球表面的2维生物，你会发现自己所在的空间是弯曲的。从你的角度看，直线会变成曲线，三角形的内角和会大于180度。如果把这种情况推广到3维，我们的宇宙就可能是一个3维的球面，一个有限的宇宙，但没有边界。在这样的宇宙中，朝一个方向飞，最终会回到起点。球面宇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封闭的。在这样的宇宙中，光线也会沿着弯曲的空间传播。如果你朝一个方向发出一束光，它可能会在绕宇宙一圈之后，从你的背后回到你面前。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它是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歪理的解。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爱因斯坦就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宇宙，一个有限的、弯曲的、静态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宇宙的总体积是有限的，大约是10^85次方立方光年。虽然这个数字极其巨大，但它仍然是有限的。球面宇宙的命运通常是悲剧性的。在一个封闭的宇宙中，引力最终会战胜膨胀，宇宙会停止膨胀并开始收缩。最终，一切物质和能量都会被压缩回一个无限密集的点，那可能是新一轮大爆炸的起点，也可能是永恒的终结。第二种形状，平面宇宙，这是目前最主流的宇宙学模型所支持的形状。在一个平直的宇宙中，空间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完全适用的。三角形的内角和恰好等于180度，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更重要的是，一个平直的宇宙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如果它确实是平的，那么它就可能永远延伸下去，没有边界，没有终点。这意味着，在这样的宇宙中，理论上你可以永远朝一个方向飞，永远不会回到起点，
也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星系，越来越遥远的星光，但永远不会有宇宙的边缘。在我们目前最好的宇宙学模型中，宇宙的曲率非常接近于零，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它略微正或略微负的可能性。宇宙的真实形状可能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球面，或者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马鞍面，而我们只是在这个巨大曲面上的一小块区域内观测。第三种形状，马鞍宇宙。想象一个薯片，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马鞍面，在这个曲面上，三角形的内角和会小于180度，两条平行线会发散开来。如果宇宙是这样的形状，它就是开放的，会永远膨胀下去。在这样的宇宙中，朝一个方向飞，你也不会到达边界。但不同的是，这个宇宙的体积是无限的，物质分布会随着膨胀而越来越稀薄。马鞍宇宙的命运是缓慢而寒冷的热寂，所有的恒星都会燃尽，所有的能量都会耗散，宇宙会变成一片寒冷、黑暗、均匀的虚空。那是宇宙可能的最终状态之一，一种永恒的静止，没有变化，没有事件，只有无尽的稀释。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宇宙到底属于哪一种形状？根据普朗克卫星的观测数据，宇宙的曲率参数非常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宇宙在极大的尺度上是平直的。但这个观测结果的误差范围仍然允许宇宙是一个曲率为正或曲率为负的巨大球面或马鞍面。打个比方，你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你看到的地面是平的，但如果你站在地球表面，在一个小区域内，地面看起来也是平的。只有当你走得足够远，或者拥有足够精密的测量仪器时，你才能发现地球实际上是弯曲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目前的观测可能意味着，要么宇宙确实是平的、无限的，要么宇宙弯曲的极其微弱，但半径远超我们可观测的范围，可能超过了1万亿光年。在这个巨大的曲面上，我们目前能观测到的区域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局部。在继续探讨宇宙的尽头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可观测宇宙这个概念。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是460亿光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距离并不仅仅是你能看到多远，它是由宇宙的年龄和光速共同决定的。宇宙诞生于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从那一刻起，光就开始在空间中传播。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光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波长会被拉伸，频率会降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移。今天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光，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是大爆炸后约38万年时发出的光。那时宇宙刚刚冷却到足以让光子自由传播的程度，这束光用了138亿年才到达我们这里。但由于宇宙的膨胀，这束光发射时所在的区域，今天已经距离我们约460亿光年了。所以，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是460亿光年，这是一个共动距离，反映的是今天的宇宙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最远区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但请注意，这个半径之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里仍然有物质，有星系，只是它们发出的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观测宇宙的半径会越来越大，更多的光会有更多的时间传播，更多遥远区域的光芒会最终到达我们的眼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地看到越来越远。在宇宙的某个时期，会发生一些限制我们观测能力的事情。一个重要的限制来自于光子脱偶之前的状态。在大爆炸后的38万年之前，宇宙仍然处于等离子体状态，光子无法自由传播。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可见光可以让我们观测到。另一个限制来自于宇宙的加速膨胀。约在50亿年前，由于暗能量的主导，宇宙的膨胀开始加速。这意味着远处的星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最终，某些星系会远离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永远无法赶上宇宙膨胀的速度。这些星系将永远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等待无限长的时间，也有一些区域永远无法被观测到。它们不是被遮蔽了，而是被宇宙膨胀永远推到了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这个观测极限被称为未来可观测极限。它意味着，即使我们拥有无限先进的观测技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宇宙部分仍然只是整体的一小部分。宇宙的大部分内容对我们来说永远是隐藏的。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你感到一丝惆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可见性也给了宇宙一种神秘的美感。就像一幅巨大的画，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而剩余的部分永远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向一个更加哲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宇宙的尽头，那个尽头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宇宙的尽头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是3个不同问题的混合。第一个问题，可观测宇宙的边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已经知道，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不是一道真正的墙，它只是光线旅行时间的限制。在那个边界之外，原则上还有更多的宇宙内容，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如果你能够以超光速飞行，飞向那个边界，你会发现自己穿过了一层又一层的星系。那些星系和我们的银河系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也是由数十亿颗恒星组成的巨大结构，也可能有它们的行星和它们的观察者。但一旦你突破了这个边界，你会看到更多的星系，更多的结构。你会意识到，这个边界只是我们视野的限制，而不是宇宙本身的限制。第二个问题，我们宇宙的终点在哪里？在一个有限的、封闭的宇宙中，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沿着一条直线飞行足够长的距离，你会回到起点。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尽头，只有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飞向宇宙的尽头，你实际上是在绕宇宙一圈，你会从相反的方向回到出发点。但如果是无限宇宙，情况就不同了。在无限宇宙中，没有尽头，没有终点，你永远可以继续飞下去，永远会遇到新的星系、新的结构。第三个问题，如果多元宇宙是正确的，
那么多重宇宙的尽头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是最疯狂的问题。如果宇宙气泡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是无限多宇宙中的一个有限成员。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存在着其他的宇宙，它们可能遵循完全不同的物理定律。如果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宇宙气泡，进入外部的多元宇宙海洋，我们会看到什么？这里就进入了纯粹的推测领域，但科学家们仍然尝试提出一些可能的图景。根据永恒暴胀模型，宇宙气泡之间被一种被称为暴胀场的能量场隔开，这种能量场推动着空间的持续扩张。在某些地方，暴胀结束，形成了我们这样的宇宙；在其他地方，暴胀仍在继续，不断产生新的气泡。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气泡的边界可能不是一个平滑的过渡，而是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区域。暴胀场的能量可能会在那里产生极端的物理条件，可能存在我们无法想象的能量形式和物质状态。Brian Greene 在《隐藏的真实》中将宇宙气泡比喻为海洋中的岛屿。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而海洋本身，那个永恒暴胀的背景，可能是由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实体构成的。另一种可能是，宇宙气泡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膜的结构。根据弦理论的一些模型，我们的宇宙可能是漂浮在一个更高维度空间中的一层膜。在这个更高的维度中，可能还有其他平行的膜宇宙，它们之间可能通过引力或其他基本力产生相互作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宇宙的边界处，你可能会遇到这层膜的边缘，那里可能是通往更高维度的入口，或者是一切已知物理定律失效的地方。但请记住，这些都只是推测。多元宇宙理论目前仍然是未被证实的假说。我们没有任何观测证据表明，在我们宇宙之外还有其他宇宙的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是科学的本质。科学不是宣称知道所有答案，而是不断提出问题，检验假设，修正理论的过程。在探讨了宇宙的形状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宇宙的未来。宇宙会永远存在下去吗？它的终极命运是什么？这可能是宇宙学中最宏大也最让人沉思的问题之一。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宇宙的命运取决于它的形状、密度以及暗能量的性质。让我们从宇宙膨胀的历史说起。大约在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在最初的时刻，宇宙经历了极快的膨胀暴胀期，然后宇宙继续膨胀，但速度逐渐减缓。这种减速是由于物质之间的引力作用，物质试图将宇宙拉拢在一起。这种膨胀减缓的趋势持续了约50亿年，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膨胀开始加速。这种加速是由于一种被称为暗能量的神秘力量。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总能量的大约68%，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的真正本质。一种可能性是，暗能量是空间本身的一种固有属性，一种遍布整个宇宙的恒定能量密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暗能量会导致宇宙永远加速膨胀下去。在这种情境下，宇宙的未来
是一幅寒冷而黑暗的图景。首先，在接下来的几万亿年里，所有的恒星都会燃尽它们的燃料，宇宙中不会再有新的恒星诞生。那些气体云早已被耗尽，剩余的质量已经结成了恒星残骸。白矮星会慢慢冷却成黑矮星，中子星会逐渐冷却，黑洞会通过霍金辐射缓慢蒸发，然后在大约10的40次方年后，宇宙会进入一个被称为热寂的状态。那时，宇宙已经膨胀得如此之大，物质分布已经变得如此稀薄，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有意义的物理过程发生。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只有无限稀释的辐射和基本粒子在永恒的黑暗中漂流。这是宇宙可能的命运之一，一个永恒的、寒冷的、静止的结局。但如果宇宙的形状是不同的呢？在一个封闭的宇宙中，故事会有不同的走向。这种宇宙最终会停止膨胀，然后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收缩，星系会相互碰撞，宇宙会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密，最终迎来大挤压。那是一场宇宙级的坍缩，所有物质和能量被压缩到一个无限密集的点。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结束，在某些理论中，大挤压可能是一切的重生。一个新的宇宙会在坍缩的废墟中诞生，开始新一轮的膨胀。这个循环可能无限重复，膨胀、收缩、重生，再次膨胀。这就被称为震荡宇宙或循环宇宙模型。在我们的宇宙中，由于暗能量的存在，膨胀正在加速而不是减缓。这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迎来大挤压，我们的宇宙更可能走向热寂而不是循环重生。但暗能量的性质仍然不确定。如果暗能量是恒定的，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如果暗能量是变化的，宇宙的最终命运可能会有戏剧性的转折。有一些理论模型认为，暗能量可能会逐渐增强，最终导致一种被称为大撕裂的结局。在这种情景下，暗能量强到足以撕裂一切结构，先是星系，然后是恒星，然后是行星，然后是原子，最后甚至空间本身会在某个时刻被撕碎。另一种可能性是大崩塌，暗能量可能会逆转方向，转变成一种导致宇宙收缩的力。虽然这与目前的观测不符，但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总的来说，我们宇宙的最可能命运是热寂，一个寒冷、黑暗、永恒的结局。但这并不是一个悲观的故事。想想看，宇宙已经存在了138亿年，并且还会继续存在更久。在这段时间里，无数颗恒星诞生又死亡，无数个星系形成又演化，无数个生命世界可能出现过又消失。而我们在这一刻，在这个宇宙的一颗小小行星上，正在思考着这一切，正在试图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这种思考本身不就是一件极其珍贵的事情吗？让我们从宇宙的尺度中回过神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位置似乎极其平凡。我们生活在一颗普通的恒星旁边，太阳只是银河系中约1000亿
到4000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可观测宇宙中约2万亿个星系中的一个。这些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眩晕，让我们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尺度。如果把银河系缩小到一个城市的规模，那么太阳系大约只有1个硬币那么大，而我们生活的地球在那个缩小后的尺度上比一个原子还要小。在这个比喻中，人类居住的地球渺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同样渺小。宇宙已经存在了约138亿年，如果把这个时间压缩成1年，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是在12月31日的最后几秒钟。在宇宙的日历上，我们连一个瞬间都算不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宇宙的思考似乎变得更加渺小了。我们只是宇宙中一颗小小行星上的短暂生命，试图理解一个可能比我们古老100亿年的存在。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渺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特别的美。想象一下，宇宙已经存在了138亿年，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化，才最终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星球上产生了能够思考自身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追溯恒星的死亡，可以计算宇宙的曲率，可以推测多元宇宙的存在。这种能力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在整个宇宙中，可能存在着无数个文明，它们可能比人类更古老，技术更先进，但也有可能，人类是宇宙中第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物种。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这件事就已经让我们与宇宙有了联系。我们是由恒星制造的物质构成的。在几十亿年前，银河系的某颗恒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一场壮丽的超新星爆发中，将较重的元素抛洒到宇宙空间中。这些元素后来形成了新的恒星、新的行星，以及我们。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属于某颗古老的恒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星辰。这种联系让我们既是宇宙的观察者，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这一趟穿越宇宙的旅程，可能已经让你感到有些疲惫，也可能让你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宇宙的尺度，很多日常的烦恼似乎都变得渺小了。工作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对未来的焦虑。当你在脑海中装下整个宇宙的时候，这些事情似乎都不再那么重要了。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意义，它们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仍然值得我们去应对。但当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它们可能不再值得让我们夜不能寐。宇宙学还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关于谦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精确调谐的宇宙中，物理常数恰好允许原子存在，允许化学反应发生，允许生命演化。如果这些常数稍有不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思考这些问题。这种调谐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多元宇宙中无数个宇宙的样本选择效应，让我们必然发现自己存在于一个适合生命的宇宙中。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也许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在于不断追问的过程本身。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真的由无限多的气泡组成，
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有尽头，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宇宙之外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去探索这些问题的边界，可以提出假设，可以设计实验，可以建造望远镜，去观测越来越远的宇宙。这种探索的精神，也许是让我们成为人类的核心品质。也许你正躺在床上，房间里只有微弱的光，也许你正戴着耳机，让声音陪伴你度过这个夜晚。无论你身在何处，此刻的你都是这整个宇宙故事的一部分。你的身体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曾经属于古老的恒星。你此刻正在思考，而思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当你仰望夜空时，你看到的那些星星，很多已经在千万年前就熄灭了。它们的星光穿越漫长的时间，终于到达你的眼睛。在某种程度上，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星星，而是它们过去的影子。这种延迟让我们与遥远的宇宙建立了联系，即使是最微弱的光，也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也许今天你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也许你正在为某些事情辗转反侧，也许你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时刻，让思绪漂浮。也许下次当你失眠的时候，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想象你正漂浮在宇宙的海洋中，周围是无数个闪烁的光点，你是这广阔空间中的一个微小存在，但你的意识正在触及整个宇宙的边界。这种想象可能会带来一种奇怪的平静。当你的问题从日常琐事转向宇宙的尺度时，很多事情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了。你知道宇宙很大，大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它的边界，但正因如此，你此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这无限延伸的宇宙中，有一颗小小星球，星球上有一个小小的人，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关于宇宙的故事。这个画面本身就足够美了。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阳光会照进窗户，城市的喧嚣会再次包围你，日子会继续，问题会继续，生活会继续。但在某些时刻，也许是在某个加班后的深夜，也许是在某个清晨，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你会想起宇宙可能是由无数个气泡组成的，而这些气泡漂浮在一个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想象的空间中。你会想起，无论我们飞得多远，都可能永远到不了宇宙的边界。你会想起，在宇宙的尺度面前，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那些烦恼是多么渺小。这并不是要让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宇宙是如此广阔，而我们能够存在于此，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幸运。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当下。也许下次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宇宙，想一想它的尺度，它的历史，它的神秘。这种思考可能会帮助你获得一种视角的转换，让你从日常的琐碎中暂时抽离出来，获得片刻的宁静。愿你今夜有一个平静的睡眠，在梦中，也许你会飞向宇宙的尽头，看到那些我们永远无法亲眼见证的景象。也许你会漂浮在无数个宇宙气泡之间，感受那种超越想象的存在。晚安，
愿星光守护你的梦。